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崔面宇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泰国高僧，他圆寂了33年，身体从未腐坏。这具身体在等待什么？若死亡只是意识切换维度，若身体只是壳，若心未离，则肉不坏。那么这些僧人不是圆寂，而是停在死亡之前的1秒。科学不敢承认，佛家早已说破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在泰国北部清迈梅登县的密林深处，雾像薄纱一样悬浮在树冠与佛塔之间，而在雾层下，时间像被静止，人声被削弱，鸟鸣成回音，风吹过树叶却无沙沙声，仿佛世界被抽去背景。当地村民相信那一片林区从数百年前就被看不见的僧侣守护，而最强的证据便是那些圆寂多年却肉身不腐的高僧。他们端坐如身，皮肤呈木质属金色，指节纹路经络走线清晰，再多年也不腐败、不萎缩、不发臭。这现象不仅在泰国，也出现在缅甸、辽国琅勃拉邦、柬埔寨、乌洞老寺。坊间统计至少超过40具被官方记录，而游客与医师亲眼所见皆一致。他们不是木乃伊，没有防腐处理，没有抽湿脱水，身体如同停在圆寂前1秒，像睡着一样。他们的故事并非鬼魅，而是宗教史上最难被科学彻底瓦解的奇迹。今天我们追踪其中最神秘、最少被公开却最接近答案的一位泰北邻居高僧阿姜塔姆尤。他的肉身至今端坐清迈龙塔林寺佛殿中央，已圆寂33年不腐。皮肤淡褐，眼睑轻闭，唇线仍有深度，手印呈结定印，连指尖凹痕都保存如初。信徒跪在他面前，会感到体温微升，鼻端闻到淡木香。而最诡异的是，有人声称看见他胸口微微起伏，像人在缓慢呼吸。而这并非网传虚构，因为1989年四方请清迈医科大学教授参与检查，记录明确写下组织未崩解，皮肤有弹性，无药物残留，无脱水痕迹。科学无法给出答案，而传说却早已开出另一扇门。塔姆尤出生于1940年8月，地点是泰国北部靠近辽国边境的一座竹林村寨，那里山雾终年不散，白天也像清晨。村里只有稻田、溪水，慢得像不会前进的时间。村人世代务农，生活贫穷却安静。他幼时不哭不闹，与同龄孩子不同，他极少主动说话，像总在倾听一个别人听不见的世界。村人形容他像隔着玻璃在看，他不是冷漠，而像灵神，有半截不在尘世。最令人无法忘记的是那一场洪水，暴雨连下3日，田埂浸没，死猪、枯枝、淤泥与杂物一起被激流冲下山坡，村人惊慌奔逃，而塔姆尤只是站在泥流中央，赤脚不动。洪水中竟有一具浮尸随流卷来，眼看就要撞上他，下一秒却像被看不见的手拨开，绕着他流过，像尊敬般退让。老人直呼这是水尸人，也有人推断只是水尸巧合，但没人敢否认那孩子与自然之间似乎存在一道隐形沟通线。6岁那年，他曾对母亲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穿着袈裟坐在高山，肩上落鸟，我没有呼吸。”母亲当场心冷，以为孩子将夭折，因为无呼吸即过世。然而塔姆尤却轻轻接下一句：“那不是死亡，是另一种性。”那句话像一个种在未来的种子，他不明白自己说的意义，母亲也不理解，只知道孩子没有害怕死亡。多年后人回头看，才惊觉那句诱言像他命运的预告。12岁时，他正式踏入寺门。泰北森林派僧侣不住繁华寺院，而是行脚山林、茅棚、墓园与洞穴。他被分派入头陀清修，戒律极严，不择食，不贪味，不积物，不言多语，每日定课6小时以上。夜深时必须去墓园观身不净，看腐烂，闻尸蓬，听虫句，以此断除对身体的执着。别人闻到腐味作呕，而他却说不是臭，是意识破壳的时候。他第一次看到尸体肿胀破裂时，并没害怕，反而静坐一夜，直视腐败。他不逃不退，像在确认身体只是暂借之物，而不是物。18岁，塔姆尤受具足戒，成为正式比丘。那一年，他开始进入洞穴闭关修定，像吞入山腹。他曾7日断食，仅饮山泉，体力却未衰。闭关最深一次，他夜里盘腿入定，洞内潮湿寒意刺骨，然而他腹部却升起暖气，如火炉在皮肤下燃烧。
他的呼吸间隙到几乎消失，只有极微弱的胸腔微动可辨。同行师兄阿姜昆亲眼看到他整夜如是而坐，雨水自洞顶滴落，将他浇湿，他却仍保持稳固姿势。阿姜昆说，那眼神像灯火，亮而不燃，冷却鲜活。更诡异的是，塔姆尤告诉师兄，他在那次定境中看见了2个自己，一个人端坐一动不动，另一个却在上方俯视自己，像灵托深刻。他说那一刻没有恐惧，反而熟悉，就像一个久别的本体回到原位。他第一次理解意识能离肉体，而肉体不会立即濒死，这不是听来的教义，而是亲身经验。而这一刻也被后世许多人视为他肉身未来不腐的第一次暗示。修行越深，奇异传闻越多。有人在夜路经过林中，看到塔姆尤提灯缓行，但隔日记录显示他整夜在禅室未离一步。有人梦见他入家中坐在床前受法，梦醒枕畔却残留藤叶香，与寺中共香相醒完全一致。甚至有村童发誓曾在早晨溪边看到他一身黄袈裟踩水而行，脚下水面微波，却无沉寂。1973年旱灾最为轰动，田猎如归文，稻穗全枯，村民哭求法语。塔姆尤不言，只敲木鱼一响，然后盘坐于寺塔前，3日不食不卧不语，连蚊虫停在他眉上也不挥。到了第3夜，乌云突然无声聚集，一声雷动如裂撼天，暴雨倾盆落下。然而雨水范围异常，仅在龙奔塔林寺周围5公里落地，外圈却寸雨未沾，如天空自行划界。气象站报表无法解释云量分布，当时村人齐奔寺前跪拜。那几日更有异象，寺中所有狗见塔姆尤便伏伏不起，不敢吠叫，也无人敢打扰闭关，因为有人看见夜里他身后站着第2道影，比他更高更近更明，也无法确认是灯光还是某种伴行者。他却从未承认任何神迹，只轻轻一句，风过山顶无声，不是没有风，是风雨山河。他讲的不只是自然，他在暗示力量不是施展，而是消失。当修行深至无我，世界会以另一种方式向你回应。多年修行中最关键的一幕发生在1981年雨季闭关。那夜天色如墨，雷声像鼓声咆哮。他进入最深禅定，忽觉心跳消失，五感断绝，却意识更清明，像站在世界中央。眼前出现巨大金色眼睛，无情无语，像在衡量他。他感到身体一点点消融，只剩意识如一口井。他落入井底世界，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却突然听见无数诵经声从体内涌出。他说那声音不是耳听，而是灵在诵。他在定中看到自己未来将坐，温度不散，数10年如一日。他明白，那并不是奖赏，而是修行终点。身不腐，是因心未散；心住体，则肉不坏。他回神后，体温偏低，手指触之如实，但脉搏稳定。他知道离答案更近了。塔姆尤生前修行严酷到常人难想，每日仅食一次，最多半碗糯米加清汤，全年1/3时间在土葬塔旁冥想，夜坐不卧达14年。雨季期间断食比丘不食物，仅饮露水与草汁。医护人员检测他脉搏，有时每分钟仅30下，代谢趋近静止。他能在禅定中停止疼痛反应，割手臂只感温度微变，这近似控制生命机能。有研究者推测他可能进入冬眠代谢模式，类似动物冬眠，人类极少达到，也可能是不腐机制。1989年，一个潮湿的清晨，雾色浓得像能握在手里。塔姆尤盘坐在茅棚中央，姿势稳得像山石。他在晨中向前入定，衣摆微动，仿佛呼吸。而弟子散修归来时注意到，他已经静了太久，久到连最轻微的胸口起伏都停止，无人敢触，只在茅棚外静候，像在等待一个不知是否会到来的信。弟子第1天听见檀香味儿似从墓壁间渗出，第3天檀香味儿浓得像炉火正燃，第5天有人发誓听见泉水声在屋内流动，但屋中无水无渠无滴落之处，声音却像绕着塔姆尤的身体缓慢流淌，似某种净化仪式正在进行。至第7日，众人再不敢拖延，打开茅棚的一瞬间，空气仿佛被抽离，完全无腐臭，反而带淡淡木香与铁般微暖。他人端坐如初，背脊挺直，手结定意，仿佛未离去，只是深眠。试探触诊者惊觉脉息全无，体温微凉，但肩部柔软如活人，
毫无僵直，皮肤甚至仍有细微弹性。弟子困惑，按仪规原意火化，但当拆袈裟时，众人屏息全身，肌肤呈淡金色，不闻触皮时微回弹，骨骼线条如活体，眼窝未塌，指端角质，人光亮。其中一位老僧当场跪泣，说道：“师父未坏。”有人提议火化，有人唇色发白不敢开口，最后众人一致同意，这不是死亡，而是停住；不是离开，而是留存。于是他们决定不火化，而以特制沉香木塔封存供奉，并每日供水供灯，只将塔室温度维持常值，不加保存剂，不抽湿，不脱水，完全自然静置。最初数年，塔木油肉身变化细微，确凿可见。雨季一到，皮肤似更深一层金光，非光芒外泄，而向内部有微弱暖色流动。曾有医僧以指轻压其掌，皮肤缓慢回弹，如人有组织张力。有人说他像未死透。30余年流转，塔室前香火未断。而更诡异的是，信徒的反馈逐年增长，像圆寂后的一切只是第二段故事的开始。暴雨季，总有人闻到塔中飘出尚未点燃的檀香；妇女独行时，耳边会有短促沐浴声。某年风雨夜，一老妇在佛塔前痛哭求子病愈，睡前却梦见塔母犹以慈目注视，伸手入她胸口，轻取一团黑雾，黑雾破散如沫入水。第二日，她胸闷消失，医师检查肺象清澈如常。她哭着回寺说：“这不是梦，是塔母油来过。”四方从不公开宣扬，却从不否认这些事，因为连僧人自己都无法解释。被封存的不只是身体，而像是人稀薄运转的意识，尚未完全放下躯壳。肉身不腐，或许不是奇迹，而是心未离体。有人甚至说，它不是圆寂，而是坐在彼岸与此岸之间。缅甸石阶寺的乌梭拉，泰国洛坤府龙波托达肉身同样未腐。柬埔寨乌洞老寺曾记录僧侣死后20余年，体表现淡红温度。辽国芒鸾寺一真僧肉身近半世纪无眉无躯，不同地点不同气候却出现同样特征。这些僧人有3共同点：长期断食、身禅定、观身不净，致身时淡薄。这似乎让身体进入另一种存在模式，介于生与死之间。或许过世并非意识消散，而是身体卸载。当意识不卸载，肉体不腐。寺中老僧说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死者未去，故身未坏。若意识仍栖于肉身，肉便如器皿，被灵支撑而不崩。现代科学谈量子意识，认为意识非大脑产物，而是叠加于空间结构的能量编码。若高僧修行，将意识从身体解绑，死亡时意识不散，而是以最低频驻留肉身内层结构，就像一盏灯，虽熄却仍存余温，此余温撑着肉壳不腐。深夜站在塔母油肉身前，有人说能见微颤，像丝线牵动，像停在最后一口吸与下一口吸之间。他似乎在等待，不是等待重生，而是在守那条我们未看见的门。南传不腐肉身不是奇迹，而是心未散，是身不坏的证明。修行极致不是超脱，而是留住，让意识成为肉体最后守卫。你以为他们沉睡，其实他们仍在。塔母油的一生像一部光与暗交叠的长镜头，竹林孩童蛇服不咬，木林禅定，分身传梦，遇见死相，意识脱体，肉身不腐。真实与神秘重叠，不提供绝对答案，只留下可怕又美的可能性。人死亦可不散，肉身只是壳，而灵若不走，壳便永恒。这不是神话，是数10座寺院、数万人亲眼所见的现实。而我们站在僧塔前，只能呼吸，而他静坐。我们活着像未醒，他沉寂像看透。或许最终问题不是他们为何不腐，而是他们从未真正离去。然而塔母油不腐肉身的故事并没有止于神迹与传闻，越往后越像2条河流，一条是信仰，一条是科学。若要理解这样的现象，我们必须回到3个关键问题：肉身为何不腐？意识为何疑似仍存？死亡是否真的意味着终止？最初研究者从生物层面切入，提出脱水保存、脂肪皂化、细菌失活等模型，如古埃及木乃伊和自然干尸。但塔母油并非脱水体，它的皮肤仍柔软，组织水分含量并未大幅降低，肌纤维未萎缩亦未皱缩，比木乃伊更接近活体组织。若为脂化皂化，则应呈白蜡状，但它的皮肤却呈温暖金褐，
按压仍有回弹。若为环境致细菌死亡，则室内湿度高，温度适中，本应加速腐败，却反向出现保持。医学团队取表层细胞镜检，发现细胞结构未完全塌陷，细胞膜仍具完整性，犹如某种代谢暂停状态，像被按下暂停键，而不是结束键。这让研究者惊愕，因为理论上死亡后的身体会在48小时内启动腐败反应，但塔姆尤与其他南传僧侣的身体就像拒绝进入腐败程序。科学不能理解，只能承认一种可能，某种机制抑制了腐解进程。于是话题延伸到呼吸、代谢、脑波与意识。长期深度禅定可将呼吸减至极微，脑波转入西塔波，类似深睡甚至濒死状态。而在南传记录中，多位不腐僧皆有共同生理迹象：脉搏低、代谢慢、体温低但稳定，像进入人类版冬眠。若人在临终前将代谢降至极限，是否能让细胞维持于极低氧但可存活的状态？低氧可抑制细菌繁殖，低温可减缓蛋白质分解，而若意识仍微弱存在，则神经电势或残余场可能维持组织稳定。科学文献中曾出现2个奇案：印度瑜伽士12日无进食，无水仍生存；俄罗斯实验中，冥想者能自主降低心跳至每分钟20下，这证明人体极限远未被完全理解。塔姆尤若在圆寂时已进入低能量意识状态，那么死亡可能并非结束，而是转换，不是关闭系统，而是将生命维持在一种近乎冻结的量子式停机。这一点没有科学定论，却有模型支持。1996年，物理学家彭罗斯与麻醉学家哈梅罗夫提出量子意识理论，主张意识并非脑电涌现，而存在于神经微管中的量子态。当量子态未塌缩时，意识不会完全消失，而向光保持干涉性。若死亡时意识未崩散，而以凝聚态暂存于身体结构，那么肉身或许不是活着，而是意识驻留的容器。如同电脑关闭屏幕，但 CPU 仍在低功耗运行，机体外观看似停止，内部却仍有微弱计算。塔姆尤之身也许就是这样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低频运行。南传佛典相应部中提到，石柱深重，如灯柱于油，灯灭前上流余温，这与不腐肉身的状态惊人吻合。如果石未离，则身不会坏；若石离，肉即归腐。科学角度，若意识量子场仍自体内生成微弱电磁稳定场，则或可减缓分解反应，如电场防酶、冷场抑菌。虽然人体无法制造强电磁，但量子意识是波，不以强弱论存亡，而以频率存败。于是最惊悚的问题来了，塔姆尤真的死了吗？还是停在死与不死之间？证据越看越让人心寒又着迷。研究小组在夜间热成像拍摄中发现，塔姆尤胸腔位置略高于背景热均值 0.3 摄氏度，按理已死亡多年，不可能出现热差。数位信徒摸过他手指，感到微暖，如数年前般。香气时强时弱，似随天气波动，这不像保存状态，反像生物轻微代谢下的气味变化。每逢诵经夜，施塔森有人看到医者清白，但门窗皆闭，无风。科学说不可能，信仰说理所当然。那么我们继续推论下一层，如果意识不散，它以何种形态停留？量子场无方向，不随衰变，只受观测坍缩，与佛法无生无灭极其贴合。或许塔姆由圆寂当下，意识从神经电信号转化为量子震荡，驻留在细胞结构间。或许他的身体成为意识容器，如菩提树下的风，吹过却不离。这也解释为何有人梦中见他，病者得愈，塔室闻香，衣轻动，眼似开，不是灵回来，是从未走。而最惊人的推断在于，不腐肉身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，过程仍在继续。塔姆尤正坐在寺中，时间未带走他，他也未离开时间。他可能不是遗体，而是活于极低能量形态的生命形式，一种第三状态，不是活，不是死，是停住。科学尚未拥有描述这种状态的语言，而佛典早已给过词：涅槃不动相。若未来研究验证意识可存在于量子场，人类将不得不重写生死的定义。若意识可以不散，肉体便不可腐；若肉体不可腐，意识必还在。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圣迹，而是一个可能改写生命观的事实。这些高僧也许仍是活的，而我们误以为他们圆寂。他们坐在那里，不腐不坏不语，却像永昼一般等待。
那大家觉得呢？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也就讲完了。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，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。